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J Invest，我是 J。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SX 我们都知道巨头们都有在做 SX 比如说是 Google 有做自己的 TPU，Amazon 有做自己的 Trainium Inference 主要是做 AI 相关的一些运算应用相关的一些运算，而且这些 SX 最近都是非常的受关注做得越来越好。那相对于 GPU 在很多方面也是非常的有性价比，有很好的表现。那到底这些 SX 能够给这些巨头们带来怎样的一个盈利上的一个提升呢？我们今天的视频就来分析一下。首先给一个结论呢，我觉得 ASIC 芯片可能会成为 Hyperscalers 在接下来3到5年的一个额外的一个盈利来源，而且现在的这个盈利可能还没有完全被 price in。当然这也跟其中的一些不确定性有关，就是 ASIC 它到底能够发展到怎样一个程度，目前还不是特别的明确。OK， 那我预估呢，这个额外的盈利可能会在目前这些 Hyperscalers 他们盈利的基础上增长5到20%呢，还是个比较宽的范围，但是我还是蛮看好这方面的。首先大的背景是这样的，市场普遍认为Inference 也就是推论方面的一个需求可能会在未来大大的超过 training 也就是训练方面的一个对算力的一个需求了。那在2030年目前的一个预估是inference 方面的 demand 可能会超过300个 billion， 那 training 的话呢相较而言就是只有100个 billion。 那 ASIC 芯片呢在很多时候它是更适用于 inference 的这也是刚开始的时候 Hyperscaler 去 design 的时候主要用作的一个用途那当然 ASIC 目前它已经不仅仅只适用于 inference 了，像是 Google 的 TPU 最新的这个 TPU 就是不光是做 inference， 也会做AI 方面的 machine learning， 还有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强化学习方面的一些训练的作用。那像 Amazon 呢，他们的 design 部门就是 Annapurna 也是把他们的晶片分成了 inference 就是用来做 inference 推论，还有 Trainium 就是用来做训练的OK，so 目前的话呢，根据 Google 内部的人士最近的一个采访呢，那目前他们的 TPU 已经是可以取代接近20%的 GPU 的一个工作，那当然就包括 AI 的训练还有 inference 都有。OK， 那现状的话呢是 ASIC 的进展是非常的迅速的，也包括像是 Meta 也是在做自己的 MTIA 芯片，那 Google 的话就是 TPU 系列，目前到第7代 ，Amazon 的话呢是 Trainium 3第3代。同时 Google 和 Amazon 他们都有在自己的电话会议里面表示说，他们目前的ASIC 方面的 price performance 就是同样价钱下的一个算力的表现是比对应的 GPU 的话是要超出30%到40%的一个表现同时呢 ASIC 也被设计的越来越通用，不仅仅是只适用于原来自己的一些业务，比如说TPU 在刚出现的时候就是主要是为了优化他们自己的 Google Search， 那后来呢 TPU 又被用来训练Gemini 对吧，目前又是被去设计还有优化去进行多模态方面的一些内容的一个训练Amazon 的话也是同样如此，那他们的芯片就是越来越向GPU 的角度去靠拢，那甚至可以达到部分替换 GPU 的一个作用。OK， 那同时呢ASIC 相对于General Purpose 的这些 GPU 呢，它也是有更多的一些好处，比如说便宜，然后performance 还不错，然后很多时候他们更省电，然后产热也更少，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热量产生，所以整个的一个对环境的友好程度也是更好一些。那在 ASIC 做的越来越好的情况下，这些 Hyperscalers 当然是有更多的潜力去把它们变现，对吗？比如说像是最近 Anthropic 他们就不光是去跟 Google 签下这些大的订单，也在之前跟 Amazon 也签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订单，就是 Project Rainier， 对吧？他们会用到 Amazon 的 Trainium 2的这个芯片，所以这就是现状。ASIC 是进展非常的迅速，越来越好用。同时 Hyperscalers 已经发现他们可以把这些 ASIC 给别人去用，去出租这样的一个算力。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呢 ASIC 他们的市场份额就有可能会提升，那 GPU 的市场份额相对而言可能会下降一点点，因为目前的话呢 ASIC 他们应该是占整个AI 芯片的一个10%左右的一个市占，那 NVIDIA 的 GPU 是占70%到80%之间的一个市占，那像Intel 还有 AMD 他们的市占就非常的小了。那同时因为 ASIC 它目前整体的体量还是比较小，所以它的增速，它优化的速度它扩展的一个速度，成长的一个速度可能都会比目前的 GPU 要更快一些。
那在有 ASIC 在手呢，这些 hyperscalers 他们不光是说，他不用花那么多钱去跟 NVIDIA 去买 GPU，因为他跟 NVIDIA 买 GPU，他们是要还那个 NVIDIA 要赚的钱的，对吧？他们要付这个 NVIDIA 的一个 margin。那这样的情况下呢，ASIC 在相对来讲就是能够帮助这些 hyperscalers 去节省他们的 capex。那同时呢，当他们的 ASIC 做得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他们可以出借他们的算力去赚钱。那最 ideal 的 case 就是当这些 ASIC 做得越来越成熟，生态系统越来越强的时候，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们可以把这个 ASIC 直接卖给他的 client， 让这些 client 自己去部署这些 ASIC 芯片。因为目前的状况的话呢，这些 ASIC 还都是部署在这些 hyperscalers 自己的一个云服务上面，比如说 AWS， 比如说 Google Cloud， 因为他们有一些特定的一个优化要他们自己的一个软件的团队去做。OK， 那这就是最可能的一个结果。那如果要讲一个不利的因素的话呢，就是 NVIDIA 的 CUDA 真的是非常的强大，它的整个生态系统也非常的完善，所以基本上不管你想做哪方面的一个 AI 的一个运算的需求，他们都有足够的一个软件的支持。因为他们的整个 community 是非常大的嘛，发展非常的成熟。那同时他们也是在很多高校啊、科研院所，他们很早就去培养他们去使用 NVIDIA 自己的系统，所以整个人才的储备都是非常的完善的。OK， 那这就是整个从背景到结果的一个推演。那接下来我来跟大家讲一下我是怎么去得到这个额外盈利来源的这个数字的。OK，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NVIDIA GPU， 它 TTM 就是它过去12个月的一个data center 方面的一个销售额是160个 billion， 这个方面的营收是160个 billion。根据他们的 CFO 在第二季度的财报会议里面有提到，云服务商占他们整个 data center 的销售额里面的一半，那就是80个 billion。OK，80个 billion。这个云服务商的话呢，就是像 AWS、Microsoft 还有 Google。OK， 那如果说他们能够把目前的这些 GPU 方面的订单能够有25%用 ASIC 来替换的话呢，他们就能先省下20个 billion， 对吧？那这20个 billion 就是用来做自己的 ASIC， 对吧？那他做自己的 ASIC 的话呢，这个 margin 就是自己赚了嘛。比如说他们本来做 ASIC 的 margin 是50%，对吧？这个数字远远低于 NVIDIA 他们70%将近80%的一个 margin 的，所以说这部分50%的钱就自己赚了嘛。那就相当于给自己省了10个 billion。那如果说他能够把他们目前的 GPU 的一个订单能够有50%都用自己的 ASIC 来替换的话呢，那就是能够省下或者说赚下20个 billion， 对吧？那根据 Microsoft、Google 还有 Amazon 他们目前过去12个月的一个盈利的话呢，那替换25%和替换50%的这个 GPU 订单的一个情况下，他们的盈利大概就是能够增长3.5%到7%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为什么你觉得 ASIC 可以替换25%甚至50%的一个订单？当然，这个数字不是空穴来风的。等一下，我们来分享一个最近我看到的一个报道，或者说一个采访吧，好吧 ？OK， 那替换部分 GPU 的 scenario 我们就讲完了。那如果说像 Anthropic 这样的一个 deal 越来越多的一个情况下，就是说这些 hyperscalers 他们可以提供自己的 ASIC 算力给很多 AI 的公司。那这些 AI 公司可能本来是要去用 GPU 的这个算力的，他们就转头来用 ASIC 的一个算力。那再进一步说，如果这些 hyperscalers 他们的 ASIC 做得越来越好，他们可以直接把这个 ASIC 卖给那些公司去做使用的话呢，就像 NVIDIA 直接去卖 GPU 一样，只是给他一些软件方面的一个支持，他们可以自己去部署。那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些 hyperscalers 他们的 earnings 他们的盈利可以再往上提升10%到20%，都是非常有可能的。对 ，OK， 因为像刚才这张slides 我们有看到的，就是在2030年 AI 芯片的一个市场可能就是300 B 加上100个 B， 就是400个 billion。OK， 那假设说 ASIC 可以占整个 AI 芯片市场的25%。OK 啊，25%并不多啊，他们就是能够占100个 billion 的一个revenue， 对吧？那100个 billion 的一个 revenue， 他们能赚50个 million。那这50个 million 就是他们的一个盈利的15%左右了，所以这个10%到20%盈利方面的一个增长，我觉得是蛮有可能的。OK， 这就是我怎么推出第一页里面看到的5%到20%方面的一个盈利的一个增长。OK，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呢，我觉得这些 hyperscalers 他们其实是处在非常好的一个位置啊。首先，他们给自己用的芯片可能都不太够，然后他们为了继续优化，他们就去做了自己的 ASIC 芯片。那他们做得很好之后呢，又持续的优化，让它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功能，不光可以做推论，还可以做训练。那他们的客户也发现，哎，这个东西很好用哦。那他们就在自己的云服务平台上面，本身也相当于是一个小的生态系统了，对吧？他们就把这个 ASIC 芯片去提供给他们的客户，那借此呢，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一个客户进来扩大他自己的生态系统。那同时，他们持续的优化 ASIC 呢，又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一个转化率吧，吸引来更多的客户、更多的订单。同时，这个 ASIC 芯片越来越好的一个状况下，还可以降低他们对 NVIDIA 的一个依赖，然后也可以避免让 NVIDIA 从他们这里赚走那么多的钱。那同时，他们自己的盈利状况还有 margin 就会变得越来越好看嘛，对吧？相当于整个 AI 的这个价值链，他们就是在里面多占了一个环节，多赚了一部分钱，所以对他们来讲确实是非常有利的一个状况。那我是觉得在之后大家可以关注这些 hyperscaler 的时候，可以考虑到这一点，就是他们自己 ASIC 的一个进展的状况，对他们来讲其实非常重要。OK， 接下来我来分享一下我刚刚在X 上面一个账号叫做 AlphaSense， 他们分享的一个 Google 的一个员工的一个采访。那这个员工好像是 Google Cloud 方面的一个专家，然后他分享了一些关于 Google 目前 TPU 的一个进展，然后我这边来给大家总结一下，也可以管中窥豹来看一下目前 ASIC 方面的一个进展，还有接下来这个状况可能的后续发展会是怎样的。OK， 首先呢，第一大段就是这个员工讲说，Google 他们已经在很早以前就开始做他们的 TPU 了嘛，他们现在已经做到第7代了。那当然，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的一个优化，而且做得越来越好，同时也他们变得越来越有通用的一个特征。那在接下来这几年的话呢，大多数的 TPU 还是会被 Google 自己来使用，因为他们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那同时呢，他相信sooner or later，就是早晚 Google 会开始把他们卖给外部的一个客户来做使用，因为他是觉得说目前的 TPU 还是处在一个供应短缺的一个状况。那随着供应链的短缺的问题解决之后呢，他们就会有足量或者说是更多的一个供应，一个 TPU 方面的一个供应，让他们可以提供给别人，可以卖给别的客户。那同时呢，因为如果要继续自己去部署这些 TPU 的话呢，他们要一直去做 Capex 方面的一个支出，那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他们就可以把这些 TPU 直接卖掉，然后来赚一个比较容易赚的一个钱。所以这是比较 logical 的一个赚钱的一个方式嘛，对吧？那同时他也提到说，他觉得这些 TPU 应该不会卖给其他的 hyperscaler， 他可能会卖给一些其他的一个大的客户，他们直接去就是 Google 直接去帮他们去做 onsite 的一个 training， 去教他们怎么去用等等。那同时他也觉得说，在目前市场上所有的一个选项中，所有的芯片当中 TPU 可能是最接近 NVIDIA 的 GPU 的一个替代品。那在第二段的采访当中呢，他是有提到说TPU 和 GPU 不一样的地方咯。那首先他们设计的方式是不同的，那 TPU 当然就是用来做 Tensor 有关的这些machine learning 还有 AI 的这方面的一个运算。他是讲目前的 TPU 是可以替代大概20%的 GPU 可以做的这些运算，而且这个比例会变得越来越高。Google 是尝试让它的TPU 变得越来越好用，越来越通用。OK， 那同时在做他们比较擅长的一些运算的时候呢， TPU 是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性能，而且他们所需要的能源是更少的，并且产生更少的热，所以整体的对环境是非常的友好。OK， 那在同样的一个价钱上面的话呢，他们是能够提供1.4倍的一个运算的一个效率相对于 GPU 来讲，所以对于客户来讲，这是很大的一个成本方面的一个节省。OK， 那第三段采访中，他是提到说，虽然 Google 很有机会把这些TPU 卖给外部的这些客户去让他们直接去使用，而不是通过 Google Cloud 去用，但是他觉得这个阶段可能还没有那么快到来，因为首先 Google 需要去建立这个 ecosystem， 就是说他们只要把芯片卖给别人就好了，软件方面的支持他们需要那个生态系统里面很多 contribution， 很多贡献者来帮他们去搭建起来，让这些
ASIC 可以用作不同方面的一个训练，不同方面的一个运算，有点类似于现在整个 CUDA 的这个生态系统。那如果说暂时不能够卖给外部的客户来用，不代表说TPU 就不会有更多的一个用户。Google 在接下来这几年，他们还是会非常积极的用他们自己的 Google Cloud 来 host 这些 TPU， 然后把这些 TPU 推给更多像 Anthropic 这样的对 AI 方面的运算有非常多需求，但是也比较在意成本和表现的一个客户，来进一步的来提升他们 TPU 方面的一个生态系统，还有更多的一个部署的经验。OK，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进一步提高他们 TPU 的一个市占，那也为他们之后再去卖出这个 TPU 提供更好的一个支持。那第4段呢，就是说他相信目前的 TPU 还在发展的一个初期，所以它性能提升的速度可能会相对于 GPU 来讲会提升的更快，因为它还是在一个增长的一个爆发期嘛，它抢占整个市场份额的一个潜力可能会更大一些。OK， 那在这个过程中 TPU 当然他们的这方面的一个生态系统也会变得越来越完善。如果要去跟 NVIDIA 的 CUDA 去竞争的话呢，他觉得生态系统也是会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在一个追赶者的角度来看，他觉得 TPU 和 NVIDIA 的 GPU 之间的差距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小，在接下来这2年。OK， 那最后一段采访是问这个员工是说，他觉得目前对于 TPU 的误解都有哪些？那他讲了3个误解。第一个误解就是说，很多人觉得 TPU 只是 Google 用来自己用的。那这当然是不对了，像我们已经提到了，对吧？它已经给很多外部的客户去用了 ，Anthropic 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OK， 那包括像是 Amazon 的话，也是他们的 Inference 还有 Trainium 都有很多外部的客户在使用了，不光是Amazon 自己在用。OK， 那第2个的话呢，就是有人以为说 Google 已经把 TPU 卖给别人，让别人自己去部署了。那这个目前也是没有的，因为 Google Cloud 都是自己在 host。OK， 但他觉得说这个一定会发生，只是时间还没有到。那第3个就是，他们觉得说，因为 TPU 本来是用来设计给 Google 做他们自己的一个 search 方面的一个优化嘛，可能是对一些文字方面的工作、文字方面的一个运算才有用。但以前确实是这样的，但现在已经不是了。他们现在已经是一个多模态的一个运算都可以去做的一个状况。OK， 不管是视频啊、音频啊，可能还没有那么好，但已经开始在有很多进步了。那同时呢，他们也不光是只是用来做训练，他们对于训练还有推论都是非常的有效，非常的好用。那 Google 也在持续的去 push 他们在 TPU 方面一个通用性的一个提升。OK， 最后他总结呢，就是说，因为 Google 有这样好的一个 resource， 就各个方面的一个资源，从客户到他自己的一个内部的一个芯片开发的一个团队，他觉得没有达到一定规模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就是说他觉得 Google 的 TPU 是还有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前景的。OK， 那这就是整个采访的一个内容。我看完之后，我的感觉说，这个有可能也适用于目前都在做 ASIC 的这些大的 hyperscalers 啊，像是 Amazon 他们自己的芯片，然后 Meta 也在做自己的芯片。虽然 Meta 刚刚开始啊，然后Microsoft 他们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了。OK， 我觉得在AI 发展越来越成熟的一个状况下，ASIC 可能会释放出它自己的一些表现，可能会释放出它自己的一些成长，然后来给这些 hyperscalers 提供一些额外的盈利。OK， 我自己的数字我是给5%到20%的一个盈利的来源啊，我们就走走看吧。OK， 关注看 ASIC 后续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进展，好吧 ？OK， 那这就是我这期的视频啦，我是 J，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